挪威人特别喜欢吃沙丁鱼，但运输是个大问题，因为沙丁鱼被捕捞上来之后，在运回港口的路上很快就会死。鱼一死，肉就臭了，就没法吃了。死掉的原因是什么呢？缺氧。但沙丁鱼傻傻不知道啊，死的没有一点声息，甚至连扑腾两下的机会都没有。可挪威有这么一位船长，他的沙丁鱼每次运回来都是活蹦乱跳的。错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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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这道题是昨天刚刚讲过的。你呢是没得脑壳听，还是逃课去打游戏去了？哎，你是不能搞好呢，还是不想搞好啊？啊？看一下。报告。哎，叶超，快进来。走走走。好好。原来那个船长每次运输的时候，都会把一条鲶鱼放进沙丁鱼的水槽里。鲶鱼可是以沙丁鱼为食的，沙丁鱼们见了它，那可不得时刻紧绷着神经，时刻保持活力来躲避天敌。这一追一躲，把水搅活了，水活了，自然也就不会因为缺氧而死了。你到这个东方和东，雷老师好。雷鸣，你怎么也喊雷老师呀？对呀，我们还想跟你抢爸爸呢。爸爸好。爸爸好，爸爸再见。爸爸再见。跟你讲了多少次了，只要进了学校就只能喊雷老师。在学校里，没有爹和儿子，只有老师和学生，听到了吗？听到了就说听到了。听到了，雷老师。雷老师再见。在生物学里有个名词叫做共同进化。食草动物为了躲避食肉动物的追捕，在出生几个小时之后就要学会奔跑。鸟类为了在求偶中占得先机，演化出了不同花色的羽毛。哎，雷鸣，你干嘛？竞争和猎捕是动物的天性，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战胜自己的天敌。也正是因为有天敌的存在，才会让你变得更强。学习也是一样。雷鸣。Question. Too big. That is the question. 射错腰了，妹妹。最近进步那么快，我不是要考清北？对喽，就是要考清北。哎，桑老师，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心怀恨意，才能前程远大。所以怎么处理了？这消防器警报都按开了。如果不是老黄发现的及时，消防队那就直接进学校了。11班这几个学生太难管了，也难为桑老师了。哎呀，处分呐是免不了了。我那天按人头查了一下，开学前一天我不是在校门口查违纪吗？11班5个人，查了4个。我早就看出来了，那几个孩子那就不是认真搞学习的料。高校来了。
你预估过学校的处理结果吗？预估过的是个最坏的结果是11班教学暂停，学生们各回各班。我呢，听候发落。那你想好解决方案了？没有。所以虚假火警这种事儿，在我们明英就从来没发生过。明龙，明龙，对。哎呀，还好是虚惊一场啊！如果真是因为同学之间的矛盾纠纷引发了火灾，或者是那天幕布掉下来砸伤了某个学生，那我们学校的责任可就大了。德育处讨论了一个解决方案，抓一个典型，正好给合并之后这个明龙实验在学风学纪上立一个规范。当然了，最终的处理结果还是听您的指示。别焦虑了，娄校，高景娟不会选那个最坏的结果。目前11班最大的问题是几个学生的班级归属感还不能建立起来。学校既然在建班初期不能宣布撤班，那么从严不如从宽，就跟对待其他学生一样，不过度关注，也不过度打压，这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案。要不然，你去解决吧，别再跟着我了。处理还是不处理呀？同学们，上课时间到了，请迅速回到教室，准备上课。江晴朗还不够强，那是因为他没有遇到自己的天敌。现在不一样了。你说李然啊？没错，在战胜这个对手之前，他不会真走的。啊？你能不能不要在办公室吃这么味儿的东西啊？干嘛去啊？同学们怎么样？书看完了吗？一个看完的都没有吗？高考语文命题的大趋势，就是对阅读量的要求一直在提高，目的就是让15%的考生看不完、做不完。要想不成为这15%，就一定要学会快速阅读。小小，想什么呢？小小，哦，老师，我是在想，这个书那么多，我们要看到多久才能看完啊？以我一个入坑网文15年的人的经验告诉你，这些书很快就可以读完，但前提是一定要用对方法。第一招，流水读书。读书的时候就像是在听歌，让内容自然平缓地流过。一定要忘记你们小学语文老师教你们的逐字阅读，更别给我死记硬背啊！一本书，如果你越想记住点什么，你就会越焦虑。别去默读它，别往回翻，用手指来引导视线，防止目光游移，眼睛会不自觉地被运动的物体所吸引。第二招，脱水读书，甩掉书中的水分，只看干货。根据28定律，一本书里面80%都是水分，真正有效的精华只占20%。一本书的前言和目录是概要，序言书评是提炼，附录后记是总结，这些都是干货中的干货。你们要做的就是把这20%的内容干货脱水提炼，然后明确80%的内容和这些干货之间的关系。有需要的话，随时倒回去精读。当然了，这80%是一定要考的内容，不是让你们全部的放弃，而是让你们有选择的去进行记忆。张老师，你不用劝我。谁要劝你了？我
喝我的多肉葡萄，你喝你的双份糖，还喝了3杯，这么爱喝甜的？我妈不让我吃糖和零食，但是嘞，她越不让我吃，我就越想吃，我越吃越香，我越吃越解压。好有道理。所以越想让你通过集训考试，你就越不想努力，是这个意思吗？那当然不是啊。我跟这个班气场不合，反正硬相处下去也没意思。我何必自己为难自己啊？也对。走吧。去哪儿？你不是不想回11班吗？一时半会儿又回不去松柏，我给你打个车送你回家了。哎，我看看。好，叫好了。哦，对了，我得给你妈打个电话，跟她说一下你回家的事。等一下，等一下，苍老师，我也没说要回家啊。就没人信我能考过吗？李然、雷鸣都等着看我笑话呢。谁说的？还有我呢，我也等着看你笑话呢。我等着看你临阵脱逃，灰溜溜跑回家。等1周后集训结束，他们都进步了；1年后高考结束，他们都轻松了。就你，回到老路，原地踏步，继续被家里安排再安排。别装了，不是生气，你就是害怕，你就是害怕自己考试考砸了。但是你不试一下，怎么知道自己会不会考砸呢？以前那个霸气的小狮子去哪儿了？而且，我100%确信你一定不会考砸。其实，他是想留在这个班的，不然也不会那么上心了。我知道他的虽然他作弊不对，但我是真的想帮他。没人学习啊？班长不管吗？行了，跟我走，全都有啊。
走。厉害吧？这是高校专门给我批的心理教室，当11班的班主任，就是为了这个。进来啊！桑老师，是要我们帮忙收拾屋子吗？做你们的班主任是我当过的最大的官儿，可以调动你们5个人。要是这个班散了，我就连这点权利都没有了。好，行动起来，帮我把这些箱子拆掉，放到不同的房间里面。就按你们自己的想法来摆位置，就像室内装修那样。感恩，请进。你进。干嘛去？不行，忍不了了，我还是得跟你说一下，雷鸣。我觉得学习最需要的不是天敌，而是伙伴。没听懂。你看啊，5个怪咖，5种性格，5份心思，那不闹矛盾才怪呢。但是动物之间除了天敌关系，还有共生关系，你知道吗？你就比如说，鳄鱼从来不伤害幼小的牙签鸟，是因为牙签鸟能够帮助鳄鱼清理它口腔里的肉渣和水质，而鳄鱼呢，也能为牙签鸟提供食物和庇护所。海葵有毒，但是却能保护小丑鱼不受伤害，小丑鱼也甘心做诱饵，帮海葵捕食其他的鱼类。枪虾视力非常差，但虾虎鱼就是它的眼睛。枪虾也能反过来帮助它的小伙伴虾虎鱼去挖掘洞穴。这2个不同的物种形影不离，这就是伙伴的意义啊！我们可以不相互认同，但一定会彼此陪伴。他们几个来参加11班可都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对方。我可以非常确定，他们还没有彼此产生认同。你又怎么能肯定他们会彼此陪伴呢？一起打怪啊！集训综合考就是他们的大 boss，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是我整理出来的语文作文素材，摘抄资料，你要好好看哦，边小小。
对不起，考试没法帮你，希望这个对你有用。你的朋友，宇阳。数学错题集，好好看吧。程雨山。老雷说了，这个本子上的重点要全部背下来。疯了吧？这么多，我要有这本事还来什么实习班啊？死记硬背当然背不过了，没有记忆方法，就算是背过了，考试也会忘。这才是秘籍。树状图又叫做记忆树，确认主干，联想分支，把关联的知识点通过一棵树连接起来。闭上眼睛，去想象一下它的树干、树枝，甚至是树叶。怎么样？那些混沌庞杂的知识点是不是逐渐变清晰了？崔山，回忆一下你记忆当中的数学公式还有图表，挂到这棵树上。李昂，把语文必备64篇挂上去。人在记忆的时候，左脑负责处理文字，而右脑负责处理影像。记忆术的原理就是，当单调的语言或者文字被你的左脑所遗忘的时候，通过右脑及时的辅助回旋，用图像连接到左脑，让左脑回忆起被遗忘的文字。有了这棵树，再加上艾宾豪斯记忆法，你们还说背不过来？所以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我知道，就是在脑子里种树呗。不好意思啊，我一会儿就关灯。明天有小测验，我想多刷几道题。你不睡啊？少个睡眠周期而已，90分钟，刚好做套题。借你一点光呗。一起。刚好于洋学长，问你道题啊。好啊，你们真鸡贼呀！居然背着我们偷偷开夜车。
手痒，刷几道题。那个，我现在可不可以打卡拍照？可以啊。那我们大家凑近一点。浅显演绎生生死，自负平生不得志。We can run in the field. We'll take a ride on the road, or do whatever we feel, and not one thing that we're told. 预备，开始。It's a rush that you feel only this time of year. Such a buzz, so surreal, swirls in the atmosphere. You can go where you please, make memories with your friends. In the 80 degrees till the summer ends. We can run in the field. Yeah, we can run in the field. 小小是在干嘛？他好像个傻子，你看到没？这几天了，在干嘛呀？就疯成这样，不是，他们不是要考名校的吗？天天摸书啊书，太迷惑了。这样听说要真的考得好，是呀，哎呀，早点学就干嘛？ And that's why summer's great. 你就记住什么的成分是这个，什么的成分是这个，然后加。姚哥，哎，姚哥，姚哥，今天姓的什么？啊，姓什么呀？啊？带了个西子。啊。水公子，没有湖里过汤啊，帮我查查那水公子。校园外卖员。本校 VIP 级装叉饭，审要沈大公子。您的尊享燕窝套餐已由11班外卖小队为您送达。道路很长，我们允许自己慢慢走，花点时间，我们也许不用
等太久。那些挫败不要拒绝，对它挥挥手，擦掉泪水，彼此拥抱，才学会拥有。看蓝天边飞过的纸飞机，他也梦想有天能够遨游天际，旅途遥远，不过别太担心。请用餐。沈公子，让我来为您介绍一下咱们今天的菜品。咱们有荷兰豆、鲍鱼。这个我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咱们家这燕窝不仅清香扑鼻，它还口感无敌。它不仅养颜美容，还能让人身心放松。这可是咱们全新州独一份的皇家品质。来，我趁热先替沈公子尝一尝啊。好。味道好极了。谁啊？你上下学车接车送，吃个补品还让同学送班门口，怎么着？小儿麻痹啊？要不要我喂你？沈公子平时喝汤都累，这样，我帮帮他，我把他炫了。好。沈公子，你们走了，沈公子，沈公子把汤喝了再走啊！谢谢。我知道是你让他删的。Never gonna be afraid.这里。为了公平起见，这次语数英内测的试卷是由各科目教研组老师随机命题的。总分150分，考试时间2个小时，开始作答。哇，这道题做过哎。安静。闲闲演绎，生生思，自负营生补的是。
间到。好，各位的成绩现在都在我手里了。江晴朗89分，很遗憾，这段时间辛苦了。就只差一分。江晴朗昨天模拟考的平均分是97分，他有资格留下来的。愿赌服输，不能耍赖。可是他这段时间，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刷题。他已经很努力了，我们也已经很努力了。高考的时候有谁管你努力不努力？1分之差，天差地别。晴朗妈妈，她明天就可以去桃李寺报到了。走吧。晴朗，我们先走吧。I'm finding a place that warms my heart again. I'm keeping on as I look out for you. All this talk of love is bringing me to you. I'm finding a place 江晴朗， that warms my heart again. 留个纪念吧。刀下留人。刀下留人这么中二的词儿也说得出来啊！再等一下吧。不用劝了，桑老师，机会我也给过了，就像雷老师说的，愿赌服输。哎呀，来都来了，不差这一会儿。来，晴朗妈妈，雷老师要面子啊，不服软。但我作为11班的班主任，我想恳请您再考虑一下，认真考虑一下，再给江晴朗一个机会吧。有些努力如果不是亲眼看见，我们就只把它当成一个动词了。但是这个动词对于江晴朗来说，是10天不玩手机，是上课集中精力，下课了还会疯狂追着老师问问题，是默默拼尽全力，只想让您看见，他可以。是啊，晴朗妈妈，就算是以前的明英，像晴朗这样能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学习上，还有冲劲儿的孩子，真的是凤毛麟角。他待在11班，一定会比待在桃李班强，我向你保证。走吧，晴朗。哎，晴朗妈妈。晴朗爸爸。
哎，晴朗爸爸，这 Never looking back, she is. Glass eyes, you got them big glass eyes. Glass eyes, you got them big glass eyes. I want to never feel the pain. The overwhelming rain will take over me. Over me you will see. 一个个的什么表情啊？不相信是吧？好，那我再念一遍啊。李然75，连小小71，程雨山61，宇阳69。150分的卷子，90分及格。各位连一半都没考到啊！就这，你们还有心情替人家江晴朗鸣不平呢？谢谢你们啊！江晴朗89分，全班第1。什么感觉？害怕？失望？复习过的全没考，没复习的全做错，难过是吧？学到死，累成狗。付出了学霸的努力，最后得到个学渣的分数。不对呀，你们几个原来考的可比这差多了。那个时候有这么难过吗？好像没有。对，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这次就好像是本来能赢的比赛，因为鞋子不舒服输了。等了1年的演唱会，因为感冒没去成。吃到了嘴边的包子，结果馅儿掉在地上了。如果用一个准确的名词形容你们现在的感受，那么不是后悔，而是不甘心。对，不甘心。给我好好记住这种感觉，体会它，确认它，铭记它。如果说改变命运是你们学习的原动力，一旦有了不甘心，你们就不再是过去那个考砸了也无所谓，把卷子往书桌底下一塞，就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的小屁孩了。我把丑话说在前边，未来的1年里边，你们还会经历更多的失败，更多的空欢喜。但是没关系，不甘心会救你们。哪怕你们考得再差，跌得再惨，只要不甘心，你就会想要再来一次，想要做得更好。这就是这几天你们最大的进步。Every hour, feel the thunder roaring, tapping on my shoulder. Fight the power, meet the challenge, face to face, we have each other. Maybe this is not the life you hope for, but don't give up, we have tomorrow. Someday we will earn the prize we fight for. Every setback says that I'm the fighter.
曾有